对，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项目最早的时候已经可以追溯到2014年了。初衷当时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个人的爱好，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比较快节奏的、比较流畅的这种战斗的游戏。想把自己脑子里边的那个东西一点点的还原出来。我是杨斌，我是《失落之魂》的制作人。当时我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制作，后来做出了最早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那个 demo。在刚把预告片发到网上的时候，我没有想很多，结果没想到我的邮箱马上被各种各样的邮件塞满了。之后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个索尼互娱的同事发过来的邀请，我当时很震惊也很兴奋，立刻回复了他。就此我与索尼互娱的同事建立了联系，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和索尼互娱包括中国之星计划建立了最开始的接触，成为了后面深度合作的契机。刚好10年前，我们决定在中国开始 PlayStation 业务的时候，我们决定做的方向是建立一个中国的主机游戏的生态。中国之星计划是鼓励中小型的开发团队去开发高品质的游戏。我们也会提供给到中国开发者们各方面的资源，来帮助他们开发出更好的游戏。最初最吸引我们的，或者说到现在为止仍然很吸引我们的是这个团队的热情和他们的专业程度。那么同时呢，这个项目从项目的层面来看呢，他们的美术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杨明老师呢他自己也是在这方面的专业。那么我们这边呢还希望呢能够帮助这个团队，帮助这个项目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让团队能够在不同的理念碰撞下交流，最终做出大家都满意的作品。比如我们的美术同事，他创作了一个新的概念设计、新的原画。当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这其实是我没有想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惊喜。我也逐渐意识到，我们的项目已经突破了我个人的能力上限，项目成为了一个团队的作品。我们在不断突破团队的上限。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游戏最大的特色就是流畅爽快的战斗，这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我们的战斗设计呢，是主打爽快战斗类的，和猎天使魔女鬼泣这种都属于是 hack and slash 这类。然后我是这样觉得的，我们自己在设计战斗的时候，因为给了各高度的自由度。像我们主角有非常多的武器，总共有4种武器，这4种武器每一种都可以进行互相的配合，打出非常华丽的一种连招。也有很多种像火、雷、冰这种元素的类型，剑的攻击里会挥舞出火焰来，这个我觉得是很酷的。整个上手的打击感也非常的棒，这就归功于我们的动画、我们的战斗设计以及我们的音效各方面的一个通力合作。为此，我们实际上克服了很多困难，所有的设计都是围绕着战斗的流畅度展开。我们在设计 BOSS 的过程中有一个理念，就是尽可能塑造形态各异的种类，让玩家可以体验到人形的、野兽的、巨大的或者小体型的，有敏捷类的，也有力量型的。我们希望玩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比较新鲜的体验，不一样的体验。不光是战斗系统，在场景的设计上，我们也希望给玩家一场像旅行一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塑造了风格形态各异的场景，让玩家能够在各种风格、各种环境、各种天气下进行冒险。我们在就是设计关卡它的主题的时候，更倾向于去做一些奇观，以这个围绕着奇观构建来做一些关卡的设计。在《失落之魂》游戏中有太多的场景等着你去探索，在此基础上能给玩家的意外惊喜就是，其实它还有很多摇滚音乐或者是金属音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当你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的音乐突然就变了，这种音乐让你感到哇。最开始塑造卡泽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想承认自己会是一个英雄，他只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Arena 是属于在上古时期，就是一直在遗迹里沉浸的一个巨兽。那它机缘巧合下，就是寄生在卡泽尔的体内，产生了这种共生的关系。整个《失落之魂》的故事也围绕着这两个角色展开，他们怎么相遇，他们怎么一起去解决不光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有整个人类所面对的危机。《失落之魂》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些无论战斗呀、感受啊、氛围啊，我感觉都挺棒的，就会倾注于自己的很多一些心血在里面嘛。就是在我们项目，就是大家热情都非常高，就是非常的负责任。这份工作也是让我对游戏设计充满了热爱。在《失落之魂》正式发行之后，当然最大的期望还是我们塑造的游戏体验是能够让玩家满意的，能让玩家觉得这么多年的等待也是值得的。因为呢，我现在中国之星新入选的很多项目，好几个的制作人都是受杨斌的影响，才投身游戏开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闭环，就是杨斌老师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带动了一部分中国这个游戏开发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这个游戏的成功研发代表了 PlayStation 中国之星计划项目的精神。从一个人的游戏开发者到与 SIE 及所有的合作伙伴们携手，共同面对环境与市场变化，克服各种困难，最终打磨出一部好的作品。这是 PlayStation 一直以来希望为创作者和玩家们带来的一个连结。坚持到现在，首先是感谢所有的粉丝和玩家一直以来给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不管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坚持到现在。